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师局，我是唐玉。10年前，习近平亲自提出要打造世界互联网大会，宣称要让中国在数字时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10年后，世界真的来了，但去了别的地方。这一周呢，在欧洲的里斯本，人潮汹涌，7万名创业者与科技巨头齐聚，从高通到微软，从 Meta 到欧盟代表，讨论的是真正的开放与自由连接。而在中国的乌镇，另一场打着世界旗号的会议，却变成了一场政治朗诵，没有谷歌，没有苹果，只有官员，还有国企和口号。2个会场，一个是世界的舞台，一个是墙内的剧场。10年前，习近平说要让中国掌握网络话语权。10年后，他成功了，只是这个话语没人在听。封王者举办互联网大会，这本身就是最大的讽刺。乌镇还在亮灯，但观众已散。那么这场数字中国的神话是怎么从万丈高楼走到今天的废墟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场从世界梦想到孤岛现实的转折。2025年11月，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迎来了1年1度的网络峰会。这场被称为极客达沃斯的科技盛会吸引了超过7万名参会者，2500家初创企业，还有上千名投资人。4天的时间，全球科技界的话题、资金与创意在这里交汇。会场阵容堪称是互联网世界的缩影。美国的高通携着最新的 AI 芯片出席，英伟达与微软代表分别参加人工智能与云计算分论坛。Google、Amazon、Meta 高层带来了全球数据治理与内容创新的讨论。欧盟派出数字事务主管亨纳·维尔库宁，法国、德国、荷兰的创投机构还有研究团队都有发言。Roblox、Spotify、Stripe、Revolut 等新兴的平台也在场，展示未来互联网的新形态。里斯本的空气里弥漫着开放的自由气息，人与技术的交流真诚而直接。会场上有创业者用笔电即时写代码，也有投资人穿梭于展区寻找下一个突破性的产品。各国媒体的闪光灯不断，因为在这里，互联网仍然意味着创造、竞争与未知的可能。这是互联网真正的样子。多元、流动、拥挤、喧嚣，它属于世界，也属于那些愿意连接世界的人。2天前，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浙江乌镇，一场名为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活动是刚刚落下帷幕。这场自称连接全球的盛会，宣称有来自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共襄盛举。然而，真正引人注目的并不是谁来了，而是谁没有来。那些在里斯本闪耀的名字，微软、谷歌、甲骨文、台积电，一个都不在。就连媒体报道也是冷冷清清，只剩中共官媒的自我赞颂，还有重振信心的口号。这场世界互联网大会更像是一场封闭的仪式，受邀的多是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中共官方机构、国企高管和少数友好国家代表。真正的全球科技界早已转身离开，这种共襄盛举的孤立场面本身就成了一种隐喻。世界还在向前，乌镇却仍在对着自己的墙讲话。人民报的一篇评论文章说，封王者举办互联网大会，这是对常识的最大讽刺。事实上，中共正是这个星球上最早也最彻底的把互联网变成国家监控工程的政权。从1998年的金盾工程到今天的防火长城，从最初的网站封锁、DNS 污染，到如今的 AI 审查与全域监控，中国的网络空间早已与世界分离。根据网络观测组织 GFW Report 的研究报告，至2025年，中国多个省份已建立了地方审查系统，能对特定内容实施拦截。这意味着所谓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其实是在一堵无形的高墙之内举办的。
更讽刺的是，会场的主题依旧是那些熟悉的口号：开放合作、安全普惠、命运共同体。主持人宣读讲稿，代表念稿致辞，场面是井然但却空洞，没有辩论，没有质疑，也没有思想的火花。与其说这是一场互联网峰会，不如说是一场政治仪式。在那里，言论被筛选，掌声被安排，网络成了政权的宣传道具。10年前，它还被官媒形容为中国互联网走向世界的桥梁。如今它只是另外一个证明防火墙有多厚的地方。朋友们，接下来是一段工商时间。最近呢，我有个朋友，他成功的帮儿子戒掉了冷饮等不健康的零食。他给我们推荐了一个超特别的产品——红海参修复饮。朋友的儿子很喜欢吃冷饮，我的朋友原本只是想帮儿子换个更健康的零食，结果他儿子一吃就爱上了，朋友自己也吃了一下，觉得很不错。这个产品是用当地海女亲自下海采到的珍稀红海参做成的，配方就是 90% 的深海野生红参，加上 10% 的韩国红参，再加上天然蓝莓原液，透过专利发酵做成果冻口感的口服凝胶，清爽不腥，还带有果香。红海参本身就含有18种氨基酸、天然胶原和活性钙，不仅能促进细胞修复、延缓老化，还能补钙造血、改善气色，对气血虚弱、高血压、肝功能差或免疫力低下的人都很有帮助，非常适合给长辈、成长期的孩子还有加班族。而且一盒有30支，带着走非常方便，早上空腹或者是运动后随手拆开就能吃，冰过之后吃起来口感更特别。建议大家趁我们现在还有货赶快下单，不然等到缺货就要等很久了。我的朋友他自己怕断货，一次就囤10盒。建议您赶快点击我们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输入优惠码大师局，可以享受85折优惠。中国大陆2盒起卖，4盒包邮，购满$70美国本土包邮，满260加币加拿大包邮。10年前，乌镇的名字几乎与中国的互联网梦画上等号。当年官媒的宣传是铺天盖地，世界互联网、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东方硅谷，每一个口号都带着巨大的政治野心。中共党魁习近平希望借此打造一个属于中国的全球互联网中心，在技术、治理与话语权上能够超越美国。那时乌镇不仅是一个会场，更是一个象征。中国要在数位时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2014年，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的乌镇举办，开幕仪式盛大，与会者多为中国各大网企领军人物，马云、马化腾、李彦宏以及中共高层主管与部分亚洲及东欧国家的科技代表。西方公司虽有受邀，但反应冷淡。当时的官方报道仍充满信心，称这是世界了解中国互联网的窗口。真正的高峰出现在2015年的第2届大会。那一年，习近平亲自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题演讲，彭丽媛随行，阵仗堪比全运会开幕。舞台上，马云、雷军与苹果的 CEO 库克、谷歌的前董事长斯密特并列，场面被官媒形容为中国互联网的黄金时刻。乌镇灯火通明，外宾云集，所有媒体的镜头都聚焦在习近平举起酒杯的那一刻，那是乌镇的巅峰，也是一场短暂的幻象。之后的几年，这场盛会的热度就开始退潮。2016年起，习近平不再亲临现场，只以贺信或视频讲话的形式出现，主持人从副总理降为部长级的官员，外资企业代表逐年减少。到了2019年，即使中共官方媒体也不再把它放在头版，报道篇幅缩小为几段稿件。同时期，真正的全球互联网话题已转向欧洲与美国的新创论坛。2020年以后，疫情成为转折点，外企完全缺席，乌镇大会改为线上形式，几乎变成了内部例会。即使疫情结束后恢复线下会议，国际巨头也没有回来。会场里多的是国企代表与地方官员，与10年前的世界峰会相比，如同2个时空。
到2025年，乌镇的名字几乎消失在舆论中。官媒报道简洁，画面稀少，没有领导人照片，没有外媒关注。人们还记得雄安新区、一带一路，却很少再提议乌镇互联网大会。这场曾被寄希望代表中国科技自信的盛会，如今只是例行的仪式，一场每年照常举办却没有人再看的节目。要理解乌镇的荒谬，就必须回到它所依附的中共体制，一个把资讯控制视为政权生命线的国家。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中共就开始建立全世界最庞大的网络审查系统。1998年，公安部启动了全国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外界称之为金盾工程，也就是后来的防火长城的雏形。2000年后，在已故中共党魁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的主导下，中共投入超过60亿元人民币，建起了一个独立于国际网际网络之外的中国网络，其核心任务就是封堵境外资讯，并对国内进行监控。此后的20年，这堵墙不断加高。2010年之后，中共又升级，为被称作大情报工程的系统敏感词库不断扩张，封锁与监控覆盖了14亿人的日常通信。据估算，维稳相关的经费早已超过军费开支。根据维基百科与 GFW Report 等技术监测资料，截至2025年，中共的封锁体系已细化到省级与运营商层面。不同地区都有各自的地方防火墙，可及时拦截 HTTP 与 HTTPS 请求，并对用户行为进行持续监控。这种庞大的封锁机制将中国的互联网变成了一个局域网，任何关于突发事件或敏感议题的言论都可能在几分钟内被删除。公安与国保能精确地追踪发帖者的真实身份和居住地址。这不只是技术的问题，更是权力的延伸。2022年，杭州一间科技公司研发部经理马某，网名丫丫，因在社群上教人翻墙，被指勾结境外势力而遭拘捕。2023年，湖南衡阳人杨泽伟，网名乔欣欣，在老挝发起了拆墙运动，不到1个月便被中共公安跨境抓回，至今下落不明。与他一起的另外一个海外志愿者也遭到恐吓。最知名的是上海人阮小环，他是中国知名的博主和程序员。他从2009年起运营博客编程随想，分享编程知识、政治启蒙内容，并教导读者如何使用工具翻墙访问境外信息。这个博客在海内外影响力比较大，被视为挑战中国网络审查的标志性平台。2021年5月10号，阮小环在上海家中被警方带走，此后失踪了近2年。2023年2月10号，上海市第2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他7年监禁。目前，阮小环还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同样在封锁体系下，任何揭露真相的公民都成为被消音的对象。法轮功学员、大陆教师、作家王学明因为传播真相，在2022年9月21号命丧内蒙古呼和浩特第1监狱。另一个法轮功学员庞寻，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因传播真相，2022年12月2日在乐山加州监狱含冤离世，年仅30岁。还有诗人、艺术家、法轮功学员许娜，因为疫情期间发布一些国内疫情的照片，在2022年1月16号被判了8年的监禁。这些个体的命运记录几乎未曾出现在国内媒体，因为墙已经牢牢地挡住了真相。这个靠谎言统治的政权知道，一旦资讯自由流通，它的合法性就会崩解。于是他以维稳之名封网，以安全之名监控，以发展之名晋升。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2025年的报告，中国的新闻自由度在全球排名是倒数第3。
10年前，乌镇是习近平数字中国梦的起点。那时的官方宣传写满了雄心，要以中国模式引领全球互联网治理，要让世界看到网络强国的崛起。乌镇因此被选为样板，它象征中国在数字时代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信号。10年之后，这个样板成了幻境。西方企业集体缺席，会议降格为地方活动，就连习近平自己也不来了。媒体报道冷淡到几乎无人问津。乌镇不再是世界的窗口，而成为墙内的舞台，一场自导自演的数字政治秀。乌镇的崩塌并非偶然，它并不是一场孤立的会议失败，而是中共集权体制逻辑的必然结果。那种以政治形象取代实际成果，以口号取代制度设计的工程思维，在这种思维下，所有被贴上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标签的项目，大多都从盛大的开场走向了沉寂的烂尾。雄安新区以千年大计起家，耗资万亿，最终沦为一座人烟稀少的高科技空城。一带一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旗号，却让数十个国家陷入债务泥潭。芯片国产化工程号称2兆投资，结果大基金高层被捕，自给率仍不足20%。C919国产大飞机经历15年，仅交付数架，国际认证遥遥无期。亚投行与孔子学院曾象征中国走出去，如今被西方集体撤资关停。海南自由贸易港本该成为新的香港，如今外资退却，地产空转。这些大工程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诞生于政治宣传，而亡于现实运作。他们都以中国方案为名义，却最终成为中国困局的主角。乌镇的失败不只是一次会议的失败，而是整个体制的结构性失败。当权力凌驾于创新之上，当控制取代开放，所有以现代化为名的宏图，最终都会成为政治仪式的道具。10年前，乌镇是习近平数字雄心的展示橱窗；10年后，它是数字中国的烂尾纪念碑。乌镇的灯光依旧亮着，峰会上的掌声依旧响着，但那堵越来越厚的墙不仅隔绝了真相，也封死了变革的路，让中共这个政权困在自己筑起的谎言牢笼之中。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